你和沈曼是最好的朋友，你现在穿着她的睡衣，在她的婚房里跟我做这种事啊？我和沈曼的一切都是共享的，男人也是。如果沈曼知道我在她的婚房里和她的男人做这种事，她会不会气得双眼复明？她在床上就跟一条死鱼一样，要不是因为全天下的人都知道她那双眼睛是为了我瞎的，我早就跟她分开了。那我和沈曼，你喜欢谁更多啊？沈曼有什么能跟你比的？我未来的丈夫，我最好的闺蜜，竟然在我的婚房里偷情！来，再叫上哥哥给我听。张磊，我为了救你险些双目失明，为了扶持你的事业一直隐藏身份，让我爸暗中资助你，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吗？张磊，苏雨柔，你们开门！张磊，开门啊！磊哥，雨柔，我的背好疼，救我！姐，开门！张磊，我们马上结婚了，你怎么能背着我做这种事？沈曼，你先给我让开！雨柔出事了，我要带她去医院。你们两个简直不知廉耻！你忘了当年出车祸我救你的时候，你是怎么跟我承诺的了？当年是我求着你救我的吗？是你自愿的。我告诉你，你要是真的爱我，就不会总拿这个事情来威胁我。我不够爱你。当年出车祸，我婶婶就在你前面，你需要钱，我去街边卖凉皮给你赚钱。你要开公司，我拿出所有的积蓄供你开公司。你现在说我不够爱你，那些话说多了只会让人烦。我告诉你什么，雨柔是我的人，你能跟她和平相处也就算了，不然的话，别怪我对你不讲情分。好痛，磊哥，我撑不住了。不行，不能走，你今天必须给我个交代。放着首付前进不错，我跑来给你洗手做羹汤这么多年，我就是这种结局。爸，我想好了，我决定回来继承家产。雨柔，你没事就好，我快担心死了。磊哥，现在沈曼知道我们的事情了，万一她出去乱说……他就是个连房事都不能做的瞎子，他有什么资格指责我呀？我没有抛弃他，已经算是对他够不错了。毕竟他跟你这么多年，如今整个海城都知道你是靠他的资助才开的公司，我担心你会受到不好的影响。放心吧，拍卖会我是要正常向他求婚的，但是他要是听话还好，他如果要是不听话，我有的是办法对付他。我相信你。放心，不会有人把我们分开。今天伤受的可真值，如果不是我算好沈曼回来的时间，他又怎么撞上这一切？沈曼，你给我等着，磊哥迟早是我的。恭迎大小姐回家。我的宝贝女儿，你总算回家了。我早就跟你说过，那个臭小子不靠谱了。爸爸说的没错吧？爸爸吃的盐比我走的路还多，当然没错。爸，曼曼，我知道错了，你明天来拍卖会，我给你道歉求婚好不好？臭小子还敢来找你，管家。不必，明天我要亲自去拍卖会。张磊，我倒要看看你玩的是什么花样。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拍卖会。今天是我们天宇集团张总特地使用特殊渠道拍下这款沙漠之星，用来跟他的女朋友求婚。
张总和他未婚妻相逢于微时，张总能有今天，全靠他未婚妻摆摊卖凉皮。他未婚妻为了救他，变得双目失明，但张总一直不离不弃。张总是个好男人啊，现在像张总这么好的男人可不多见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张总的未婚妻沈曼沈小姐。让我们再次有请沈曼沈小姐。怎么回事？沈小姐呢？难道张总和沈小姐出了什么问题了？听说张总是出了名的爱妻，应该不会吧？磊哥，沈曼不会因为知道了我们的事就不过来了吧？这让你的面子往哪放啊？这个贱人！我按照约定娶她，我已经是给她脸了，她还敢甩我的面子？最近这些天是对她太好了。抱歉啊，各位，我来晚了。抱歉啊，各位，我来晚了。沈曼，我就知道你那么爱我，怎么舍得离开我？而且你个无依无靠的瞎子，又是个孤女，离开我又能去哪儿呢？怎么才过来？不都跟你说了吗？今天我要在拍卖会上跟你求婚的呀。对呀，曼曼，你看，这是磊哥特意动用特殊渠道为你拍下的大钻戒，你看磊哥多爱你啊！哦，对不起，我忘了，你呀，看不到。哼，喜欢我？你们两个在我婚房里偷情的时候，怎么没想过自己喜欢我？沈曼，我告诉你，我看你今天是不是脑子不太正常？咱们有事回家再说。怎么？你们两个敢做，还不让人说了？各位，我的未婚夫张磊和我最好的闺蜜苏雨柔，1个星期前在我的婚房里面偷情，搞进了医院。今日我沈曼不是过来结婚，而是过来退婚。来退婚的？沈曼，你胡说八道什么？谁出轨了呀？我告诉你，咱俩还没有结婚，就算我跟雨柔有什么，那也是我作为一个男人的正常的生理反应。没错，你连正常的夫妻生活都给不了磊哥，还要求他为你守身如玉，是吗？你说我给不了你正常的婚后生活？张磊，我们今晚……我累了，先睡了。原来男人回家说不饿，多半是在外面吃饱了。张磊、苏雨柔，我会让你们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各位，你们有所不知啊，我跟沈曼在一起5年，我们两个连一次性生活都没有。哎，我也是一个男人，我也有正常的生理需要。我的天哪！换作是你们，你们能忍受一个瞎子5年吗？没错，磊哥已经忍受一个瞎子5年，已经很不容易了。你们说我是瞎子？张磊，我的眼睛是为谁瞎？你说话呀！当年的事又不是磊哥逼着你救他，如果你真的爱磊哥，又怎么会携恩图报，天天拿自己瞎了眼睛的事情说事？你总拿这个事情来跟我说。我告诉你，我张磊这些年为了你伏低做小，你还想让我怎么样？为了照顾你这个残疾人士，我跟磊哥把我们多年来的感情一直埋藏在心里，为的就是不伤害你啊！不伤害我？你们两个背着我搞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没有想过不伤害我？连正常夫妻生活都没有，这些年张总怎么熬的？要是真喜欢张总，你怎么会拿眼瞎的事情来要挟张总？这不就是道德绑架吗？什么？我和雨柔能有什么？还不是因为你？要不是因为你不跟我上床，我犯得着去找雨柔吗？面具戴久了，你们还真以为那是自己的脸？你们两个一个无耻，一个下贱，还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什么？我张磊没了你，我有的是女人，但你沈曼没有了我，根本没有任何一个男人会要你。我告诉你，只要是我离开了你，你就等着去大街上去要饭吧。要饭？张磊，若是你们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怕是会吓得眼珠子掉出来了。好，
那既然我这样说了，你还是不领情，那这枚钻戒，我给别人戴也行。雨柔，你愿意嫁给我吗？什么？这一天来得这么快吗？磊哥，我愿意。哼，你不愿意，有的是人愿意。从今天开始，你的悲惨生活就要开始了。什么？你的床我已经替你试过了，够爽。你的男人我也替你试过了，够硬。从今往后，你的床和你的男人，我会替你好好照看的。张磊，等你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你一定会后悔的。身份？你有什么身份呢？你一个双目失明的孤女，能有什么身份？你该不会说你是海城首富的千金吧？醒醒吧，沈妈，没了磊哥，你什么都不是。若是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你们两个怕是会吓得眼珠子都掉出来吧？笑话！我张磊还没有怕过任何一个女人呢。张磊，你别忘了，你是靠着谁才有的今天？没有我的资金，没有所谓的爱妻人设，你以为业界凭什么那么支持你？你以为你会有今天吗？磊哥，你别听他瞎说，他就是在 PUA 你。你能有今天的成就，都是靠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获得来的，跟他有什么关系啊？如果让业内知道今天的事，恐怕真的会对我的人设有影响。张磊，你就是个傻子，你错把榆木当珍珠，你会为今天的所作所为付出任何代价。曼曼，你说的没错，确实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怎么可能说断就断呢？磊哥，曼曼，你还记不记得我刚创业的时候，我们两个在最困难的时候都待在出租屋里，那个时候我把赚回来的钱全部都拿给你，你坐在床上在那摸索着数钱，我还跟你说过想要看你数一辈子的钱，你还跟我说过你想要把我托举到我想要的高度上。曼曼，你就让我再踩着你的背往上再走一次，好吗？张磊，什么意思？哼，没想到私底下我的天哪，是这个样子，怎么还有这种照真片？是伤风败俗啊！我要是他，我都没脸出来了。私底下是这样的。张磊，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不是瞎子，你不是瞎子。磊哥，你没事吧？你这个贱人，你竟然敢打磊哥！你不是瞎子，你这么多年你一直在骗我。没错，这么多年如果不是我装瞎，又怎么能看清你们这对狗男女的真面目？张磊，我说过，你眼盲心瞎，这么多年你根本不知道你是搂着一块金子在睡觉，你更不知道失去我之后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什么？沈小姐不是瞎子？不是瞎子的话，怎么会没法夫妻生活？难道他们在说谎？是夫妻间的事情，谁又能知道呢？我们也不能听张总的一面之词。你少强词夺理了。既然你不是瞎子，那为什么要一直瞒着磊哥？还不是怕磊哥知道你没有受伤之后就不要你了？没错，我看你就是装瞎，为了博取我的同情。我张磊这些年要不是因为被你这个女人给耗着，我的公司怕是会做得更大更强。你们两个还真是蠢笨如猪，天造地设的一对蠢猪。怎么，被我们说中了，恼羞成怒了？你如果不是怕失去磊哥，那为什么要陪他拍下这些私密照？哼，表面上装的冰清玉洁，实际上私下不过就是个荡妇。
是啊，这私密照是怎么回事？哪个好女孩会陪男人拍这种东西啊？我看这沈小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全怨恶人吧。哎呀，曼曼，你就让我拍几张吧。可是我早晚都是要娶你的吧？你早一点让我拍，晚一点让我拍，不都一样吗？好吧。哼。原来这就是我为4年前的愚蠢付出的代价。你能为了留下磊哥拍下这些私密照，说明你骨子里不过就是个荡妇。你一个偷情偷进医院的小三，有什么资格说我？进医院怎么了？那也是我跟磊哥真心相爱的证据。我可不像某些人，表面上冰清玉洁，实际上当了婊子还要立牌坊。沈曼刚刚的话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说我一定会为失去他而后悔？他竟然都能装瞎，那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不知道的？你刚刚的话什么意思？你到底是谁？磊哥，沈曼是什么底细你还不知道吗？他不过就是个卖凉皮的，你千万不要被他骗了。事情都到这一步了，你要是反悔的话，一定会被外界认为你就是对不起沈曼。你这些年的努力都是靠自己一步一步上来的，千万别被他蒙蔽了。没错，沈曼，你少他妈给我装了！钱是你自愿给我的，私密照也是你自愿拍的，又没有人逼你。我告诉你，你别忘了，这些年你是怎么跟我低三下四的。就算是我拍的又怎样？都21世纪了，你别想拿这些东西去捆绑一个女人。这些东西在你手里是荣耀，你拿出来是你的耻辱。是吗？那你要不再看看这些呢？哇，快看快看，这么多私密照，都是沈小姐的啊！我告诉你，这几百张私密照，你还会觉得是我的耻辱吗？这种事情，吃亏的只会是你。他竟然全都保留下来了，用来威胁我。各位，本次拍卖会的压轴藏品，就是沈曼小姐的私密照，20万起拍，上不封顶，在座的各位，人人都能参与竞拍。在座的各位，人人都能参与竞拍。沈曼曾经可是磊哥的未婚妻，而磊哥又是天宇集团的总裁。那么现在还有什么是比天宇集团总裁未婚妻的私密照更加劲爆的藏品了呢？大家快点行动起来啊！张磊，你以为你是在侮辱我吗？你是在侮辱你自己。过了今天，我依然是天宇集团的总裁，而你呢，只能回你的那个凉皮店里面掉眼泪，继续你羞耻的生活。我告诉你，不管你今天怎么否认这件事情，吃亏的也只会是你。你还真是无耻的彻底呀，张磊！你今天所做的一切都会遭到报应。我的报应我不知道，但是现在你的报应要来了。现场的各位，只要你们能出得起20万，人人都可以观摩沈曼小姐的私密照。大家不用客气，这沈曼她卑贱惯了，曾经她能用这些私密照来迎合磊哥，现在照样可以用这些私密照来迎合大家。张磊、苏雨柔，你们到底知不知道我是谁？知不知道你们这么做，我爸会让你们付出多大的代价？哎呀，你这话说的我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了。你不会又要说你爸是海城首富吧？我告诉你，就算你今天不是一个瞎子，我张磊也不会多看你一眼。等磊哥彻底不要你了，你就等着哭吧。该哭的是你们才是吧？若是你们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怕是会吓得眼珠子都掉下来。哼，笑话！没想到沈小姐这么瘦，身材这么有料。张总还真是大方呀，愿意把前女友拿出来跟我们分享。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20万，你们有谁要竞拍啊？我拍，趁着曾经是张总的女人，这20万也值了。我出20万，我出50万，
我出100万。什么？过了今天，你就等着身败名裂吧。100万一次，哼，100万2次，100万3，我出1000万。1000万！沈小姐竟然有1000万，她哪来这么多钱？什么？就算你担心你自己的私密照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可你也不用想出这么容易被戳穿的谎言吧？我不只有1000万，我还有更多的钱。我的钱多到啊，可以把你们2个埋了。什么？还不我说你今天是不是昏了头了呀？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话？你马上就要声名扫地，被扫地出门了，还在这里说这样的话。我劝你啊，你还是赶紧好好求求磊哥，好让他把你扫地出门以后，还能给你一口饭吃。以我沈曼的出身，还不至于向你们2个讨饭吃。我出1000万买这个照片啊！你们拍卖会是卖还是不卖？什么？你他妈别在这装了，你根本不可能有这么多钱。有没有？刷一下卡不就知道了。这可是全球仅有2张的至尊黑卡。这是全球仅有2张的至尊黑卡。拥有此卡的人身份非富即贵。哼，想必这位小姐身份也不一般呢。哼，她不过就是一个街边卖凉皮的，有什么不一般的身份？我看这张卡根本就是她偷来的。我的身份，你们很快就会知道。我真的很好奇，你们知道我真实身份后会是什么表情？全球只有2张的至尊黑卡，怎么会在沈曼手上？那到底是……磊哥，你千万别被他骗了。他随便拿一张卡，说是至尊黑卡就是了。那我还说另一张卡在我手里呢。什么？就算你爱我，你再离不开我，那你也犯不着用这种把戏来挽留我吧？我告诉你，我不爱你，跟钱不钱的没有关系。我劝你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张磊，你还真是蠢得可怕。我沈曼再不济，也没有在垃圾桶里找男人的习惯。从你和他偷情的那一刻起，我们2个就彻底完了。与其在这说我和磊哥，你还不如担心自己的私密照。没钱的话，你的私密照马上就要满天飞。是真是假，刷一下不就知道了？好吧。据说这张黑卡全球只有2张，而且还在海城首富手上。沈小姐怎么会有这种黑卡？难道沈小姐真的跟海城首富有什么关系？出来了！支付失败。咦，糟了，来之前刚用这张卡给爸爸刷了块地皮，应该是额度不够用了。我早说他手里那张黑卡是假的，他一个街边卖凉皮的，怎么可能跟海城首富扯上关系？又怎么可能有至尊黑卡？什么？你就算再爱我，你再离不开我，那你也没必要用这种把戏来挽留我吧？我告诉你，你这样只会让我更厌恶你。有病就去看。你以为谁都会惦记一根烂黄瓜？主持人，这个女人扰乱拍卖会秩序，还在这装大款，你们到底管不管啊？小姐，您如果没钱，就不要在这扰乱秩序，请您出去。兜里没几个钱，还在这装大款，你还是赶紧出去吧。谁说我没钱了？哼，只是那张卡限额了，我还有另一张。沈曼啊沈曼，我说你这些卡都是你从拼夕夕上拍下来，在这装大款的吧？这可是拍卖会，不是你的路边摊。你要是识相的话，就赶紧滚，省得让人把你请出去。小姐，你已经严重干扰了我们拍卖会的拍卖秩序，请您速速离开。保安，带这位小姐离开。保安，马上把她给我请出去。只是让你们再刷一次而已，刷成功了你就获得几个亿，刷失败了你也没什么损失。这点东西你不会都算不清楚吧？几个亿啊？你什么意思啊？我的意思是，这现场所有的照片我全都买，你们有多少我就买多少。
点天灯？沈小姐的意思是要点天灯？不管叫价多高，通通拍下。这是要点多少天灯啊？看沈小姐这个样子，难不成她手里的真的是至尊黑卡？什么？我看你真是不到黄河你心不死啊！全球仅2张的至尊黑卡都在首付呢，怎么可能会在你这儿？我看你是被磊哥抛弃后得了失心疯吧？你们还不赶紧把他请出去！我说过，你们今天的所作所为，不过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等你们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怕是会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你们还愣着干什么？我可是堂堂天宇集团总裁！哼，你们连我的话都不听吗？来人，把他赶出去！这就是个疯婆娘，她的话不可信。怎么样？要不要试一试？好吧。不可能，沈曼就是个靠我过活的孤女，她怎么可能跟海城首富扯上关系呢？支付成功5个亿。5个亿！沈小姐刷了5个亿！难道沈小姐就是海城首富的千金？她怎么可能是海城首富的千金呢？她不过就是一个卖凉皮的，靠着磊哥的接济过上生活，怎么可能会是海城首富的千金？全球仅有2张的黑卡，只有海城首富手里有。看来这个小姐与海城首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张磊，你不是好奇我的眼睛是怎么好的吗？就是因为我爸是海城首富，他把我送去了最好的医院，请了国内外最好的医生给我治疗。海城首富的女儿，你现在说谎都不打草稿。告诉你，我觉得你这个眼睛从来就没有瞎过，你这些年一直都是在装瞎，来博取我的同情。什么？你可真不要脸，你无耻至极！没错，你少在这编故事。我跟你闺蜜这么多年，怎么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多出来个爸了？你不过就是个无依无靠的孤女罢了。你们2个，一个曾经是我未来的丈夫，一个是我最好的闺蜜。我求我爸在暗中扶持你们，你们才有了今天。你们以为离了我爸，你们是什么？什么？你还有没有点廉耻心？为了让我回到你身边，竟然编出首富千金这样的理由。我告诉你，就算你是首富千金，我也不会多看你一眼。哦，是吗？那你心心念念的那笔千亿订单呢？这份千亿订单是我爸送给我们的新婚礼物，没了我，你什么都不是。你还真当自己是首富千金了？你少在这里信口雌黄。沈曼怎么可能是首富千金？这么多年我从未听他提起过。磊哥，你千万别被他骗了。那份千亿订单是你靠自己的努力拿下来的，跟他有什么关系啊？对啊，我天宇集团好歹也是海城数1数2的公司，我张磊也是海城10大杰出青年企业家。我拿下那笔订单，我靠的是我自己。像你这种手鼠两端、薄情寡心的人，根本不配做什么杰出青年。你少往磊哥身上泼脏水，磊哥他心善，被你蒙蔽了这么多年。我看当年你根本没有受伤，你所说的一切都是假的。张磊，当年发生车祸，我为了救你，头部遭了重击，我浑身上下几十处粉碎性骨折，我在急救室里面待了几10个小时才救出这一条命。你撒谎！如果你真的伤得这么重，你现在早就死了，你还能在这活蹦乱跳的，在我这耀武扬威吗？骗了我这么多年，还没有跟你要青春损失费呢。青春损失费，你还真有脸说得出口。既然说到赔偿，那不如先算算你我之间的账。前些年出车祸的医药费，这些年我资助你上学创业的费用，这一笔笔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一共3000万。你现在就给我赔。3000万？我看你是狮子大开口啊，你连自己的身份都能造假。我看啊，这里面的东西一定也全是假的。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还不把它给我拖出去？这是皇家印章。这是皇家医院的印章。什么？皇家医院？皇家医院是专属海城首富的医院，难道真的是海城首富的女儿？你们2个现在跟我跪下道歉还来得及。什么？
你伪装首富的女儿也就算了，你现在还在伪造皇家医院的印章，我看你是想吃牢饭了。以你卑贱的出身，恐怕连海城首富的台阶都摸不到，现在还在这里伪造印章，真是倒反天罡。你们两个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如果说这印章是假的，那刚刚那5个亿总能证明了吧？对啊，刚才可是足足实实在在刷了5个亿耶。印章确定不了，这黑卡怎么可能是假的？难不成这沈小姐真的是首富千金？就算这黑卡是真的，也是你用下作手段骗来的。磊哥，你想啊，他这样卑贱身份的人，还有什么是他做不来的？什么？这张黑卡一定是你偷来的？你不仅没钱，你还盗窃！来人啊，把这个女人给我拖下去！张磊，你还真是一条吃肉不看家的背叛狗啊！你怎么就那么确定我爸不是海城首富啊？哼，你爸如果要是海城首富，那我爸就是全球首富。我现在就打电话报警，让警察把你抓走。刚刚谁打电话报警？警督大人，这女人在这里冒充首富千金，还想诈骗3000万，你赶紧把她抓起来。对啊，警督大人，她还伪造什么皇家医院的开诊记录，还想敲诈我。警督大人，这事儿你可不能不管啊！敲诈？你们有证据吗？警督大人，你想啊，皇家医院可是海城首富才能就诊的，他的身份怎么可能去得起？这破绽也太大了。小姑娘，他们说的是真的吗？我去得起皇家医院，因为我爸就是海城首富。什么？都死到临头了，你怎么还在这撒谎啊？警督大人，您就应该把这女人抓起来，判她个10年20年的。小姑娘，你可知道海神首富是什么身份？连我们总警督见了都要敬他3分。冒充首富千金，你的罪名可不小啊！我所说的一切均有证据，是不是冒充，你一查便知。也罢，让我看一眼，不管是真是假，我这立功的机会都要来了。等警督大人看完文件，沈曼你就等着进局子吧。哎呀，这有些人呐，还真是自不量力呀。哎呀，等他进了局子以后啊，到时候啊，可别哭着来求我把他给捞出来。什么？怎么会这样？怎么了，警督大人？是不是伪造的数额太过巨大？哼，什么？你还真是一个没读过书的法盲啊！你知不知道你今天犯下了多大的弥天大错？连警督大人都没见过的数目，肯定够判死他，对吧，警督大人？对什么？这上面是发票和就诊记录，还有皇城医院的盖章，这是真的？不可能，他只不过是一个家徒四壁的瞎子，怎么可能去得起皇家医院呢？就是啊，我看他伤的根本就没有那么严重，无非就是想引起磊哥的同情罢了。张磊，我的伤是真是假你最清楚，当年要不是我挡在你前面，险些失明的就是你吧。我用尽生命的去爱你救你，结果是你背着我和我的闺蜜搞在一起。你少他妈跟我演温情戏码，当年是我逼着你救我的吗？是你自己自愿的。就算这些证据是真的，那印章也一定是假的。什么头部重创，还有浑身粉碎性骨折，你早就活不成了。警督大人，他这个局破绽错的也太大了吧？这样的重伤确实很难痊愈。假的，这个女人说的一切都是假的。警督大人，你就应该把她抓走，让她牢底坐穿。井底之蛙真没见过外面的世界有多大。既然这样，我就让你见识一下。喂，爸。哎，女儿怎么了？天宇集团的千亿订单马上暂停。哎呦，我的宝贝女儿，是不是张烈那混蛋又欺负你了？爸爸现在就去给你撑场子。爸爸？是你爸吗？你就叫爸爸？还要暂停我的千亿订单？我看你是装逼装上瘾了吧？张磊，我会让你知道什么是从天堂跌入地狱。喂，郑总，不好了，咱们公司那个千亿订单的合作方突然要跟我们取消合作了。什么？怎么了，磊哥？咱们公司那个千亿订单，
被客户取消了。如果我们没有这笔订单的话，我们公司今年就无法正常上市了。磊哥，一定是你，是你这个女人搞的鬼是不是？你们不是不相信我是首富千金吗？怎么又怪起是我搞的鬼呢？这个贱人，我杀了你！磊哥，你冷静，这事还有转圜的余地。客户都跟咱们取消合作了，还能怎么转圜？磊哥，你想啊，这合作前后变故很正常，他们就是想跟咱们谈条件，咱们跟他们谈就是了。再说了，刚刚助理那通电话还不一定是真是假，这沈曼在你身边跟了那么多年，你身边的人他都认识，万一是他跟那个助理串通好了，就在这个时候想过来扰乱你的心智的。什么？你可真不要脸啊！连我的助理你都勾引，你做人还有没有一点底线？张磊，你会为这一巴掌付出10倍的代价。行了行了，别吵了。你说你是首富的女儿，你有什么证据吗？否则冒充首富的女儿是要吃牢饭的。我们磊哥在商场上这么多年，什么尔虞我诈没经历过，会被你这种小把戏骗了？你们这些蛇鼠一窝的蠢货！等我爸来了，他是要哭着跪地求我。你爸来了？你所谓的爸什么时候来啊？我看你所谓的爸，根本就是子虚乌有吧。你这一生最高光的时刻就是见到我爸了，等着吧。哼。喂，爸，我现在需要跟张磊和苏雨柔说明我自己的身份。乖女儿，爸今天来视察分公司了，现在已经坐着直升机回来了，马上就到海城了。好。哼，我爸现在的飞机已经在海城上空了，他马上就到。直升机？你见过直升机吗？像你这样的穷酸货色，恐怕连高铁都没坐过吧？什么？你是离了男人活不了吗？你为了挽回我，你扯出这样的话，我都替你感到脸疼。该脸疼的是你们吧？等我爸来了，你们就知道什么叫做自行惭愧，自愧不如了。哼！行了行了，别吵了。你说你是首富的女儿，你有什么证据吗？否则冒充首富的女儿是要吃牢饭的。你刚刚还说文件上的印章是真的，现在又不知道是真的假的，看来你这个警督也不怎么样。放肆！你敢质疑我？要不是看你年龄尚小，我早就对你不客气了。怎敢对警督大人不敬？活够了吧你！像你这样的下等，又怎么会知道我们上流社会的等级有多么的森严呢？上流社会？我沈曼就是上流社会。哎呦，我真是没空陪你闹了。你爸呢？你所谓的爸呢？对啊，你那自称海城首富的爸呢？海城首富的。海城首富到！爷，我以为是谁呢，原来不过是糟老头子。海城首富那是何等的气宇轩昂，怎么可能会是这般模样？这女人一旦疯起来也太恐怖了，连海城首富都敢冒充。就他，海城首富？哎，我说你现在撒谎，你都不打草稿是吗？知道你爱磊哥，但是也没有必要挽回磊哥，做戏做到这个份上吧？这是在哪儿找的群演呢？小姐，是不是这帮人欺负你？我这就找人把他们赶出去。我没事。王叔，你怎么来了？我爸呢？老爷在视察，还没回来。他担心你，就让我过来看看，还带来了原本为您准备的1000亿陪嫁。哎！你们两个当这是菜市场吗？在这唠上了。来人，把这两个不知道哪儿来的穷酸货给我扔出去！
扔回他们该待的地方去。就凭你们两个，还不够格？你们可知我王叔是何等身份？就像你这样靠吸着我的血发家致富的，连王叔一根脚趾头都比不上。什么？就算你再爱我，你也不用非得用这种手段挽留我吧？我都说了，我不爱你了。就算你现在脱光了衣服站在这儿，我都不会看你一眼。住嘴！谁允许你对我们小姐不敬的？老不死的，你他妈敢打我！打你就打你，还要挑日子吗？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你到底失去了什么？睁大你的眼睛看好了，你到底失去了什么？小姐的千亿陪嫁送到，有南海玉如意一柄，甜白釉花瓶一尊，翡翠手镯2对，东区豪宅1套，金条50箱等。哇，小姐的陪嫁居然有这么多！如果沈小姐真的是海城首富的女儿，那张总岂不是损失了几千上百亿？这不可能，这不可能！你就是一个路边上卖凉皮的，你怎么可能这些东西都是真的呢？难道刚刚的文件都是真的？这女人真的和海城首富有关系？张磊，这些都是父亲给我的陪嫁，但凡你有1/1000真心，你甚至能得到更多。可惜你有眼不识泰山，错把那榆木当珍珠。哼，你少在这忽悠磊哥了。咱俩闺蜜这么多年，你什么底细我不知道？这些东西都是你准备的道具。哼，假的吧？如果这是世界上唯一一尊甜白釉花瓶，应该会保存得非常好。怎么可能瓶身上那么多裂纹？蠢货！这可是全世界唯一一尊甜白釉花瓶，价值5个亿。这可是全世界唯一一尊甜白釉花瓶，价值5个亿。你说价值5个亿就价值5个亿？你个乡巴佬，知道5个亿有多少厘吗？磊哥，咱们最清楚他的底细，千万别被他骗了。对啊，什么？咱们两个在一起这么多年，你是什么底细我清清楚楚。如果你要是有个这么有钱的爹的话，还能瞒到现在吗？我之所以隐藏到现在，还不是为了调出你们两个白眼狼啊！你少在这打肿脸充胖子了。这些东西如果真那么珍贵，那见过的人肯定很少，自然是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是吧，锦都大人？首富本人极为低调，平时也很少与人见面。我也是申千宴的时候，才远远的看了他一眼。既然你见过我父亲，那就更应该清楚，以他的身份地位，今天会让他们两个付出多大的代价。你一个街边卖凉皮的，你父亲能有什么身份地位？你够了什么？我已经对你忍无可忍了。你现在跪下来向我跟雨柔道歉，然后带着你请来的这些演员赶紧给我滚出去。我还能对你既往不咎，但是如果你要是得寸进尺的话，你别怪我让你在海城待不下去。你的公司都是靠我们小姐开起来的，你有什么资格让我们小姐待不下去？好，既然给你们脸，你们不要，那你们就别怪我不客气。你以为用这些批发来的小商品就想挽回我回去？我现在就把这些东西都给你砸了！我现在就把他们都给砸了！张磊，这副玉镯价值10个亿，你要是不想吃牢饭的话，我劝你赶紧把它放下。你说价值10个亿就价值10个亿，发票呢？鉴定证书呢？空口白牙的在这骗谁呢？哼，磊哥，千万别被他骗了，砸，现在就砸！什么？我念在往日的情分上，
我只是出轨，我并没有想太为难你，但是你得寸进尺，妄图在拍卖会上让我难堪，这我才放出你的私密照，告诉你，你有今天都是你咎由自取。张磊，你疯了！我就算是疯了，也是被你这个女人给逼疯的。我跟雨柔在一起有错吗？你为什么要在这里讨要所谓的公道？磊哥说的对，不被爱的才是小三。磊哥，继续砸，把这些东西全砸了。张磊，你不要越错越多了，再砸下去，你就是牢底坐穿了也还不完。好，我倒要看看，我把这些东西都砸完，我到底能不能牢底坐穿。张磊，不要自掘坟墓！得了吧你！哼，等警督大人把你抓回去，你就等着哭吧。像你这样的诈骗犯，就应该把牢底坐穿。小姐，这让他们砸，砸的再响一些。这可是老爷给你准备的陪嫁呀！我沈家还不差这点钱，而且今天的所有的账，我都会算在他们头上。我让你请的专家到了吗？专家马上就到。是谁打电话叫的专家？这是我们小姐。专家？什么专家？你不是怀疑我这些东西都是假的吗？那正好，请个专家来鉴定一下。如果东西是真的，你倾家荡产也要赔；如果是假的，我沈曼自愿滚出海城。磊哥，你别怕，这些东西绝对不可能是真的。请专家鉴定一下也好，省得你们吵来吵去，吵个没完。怎么样？这东西是不是都是假的呀？就凭你在批发城批发来的这些小商品，你还想骗过我？哎呀，罪过罪过！这可是全世界唯一一尊的甜白釉花瓶啊，估价至少5个亿，到底是谁摔碎的？什么？5个亿？我的妈呀！不可能！这个甜白釉花瓶怎么可能是真的？绝对不可能！难道沈妈刚才说的都是真的？是我错怪了她？据说当年是在一个私家拍卖会上，由海城首富拍得，然后就再也没有面过世了。难道您就是海城首富的千金？家父正是海城首富，这上好的宝物怎么给摔了呢？还有这些，哎，真是造孽呀！张磊，我已经证明这些东西都是真的，你想好怎么赔了吗？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呀，怕是你倾家荡产也赔不起。不可能，他在说谎。他不过是一个街头卖凉皮的，怎么可能买得起这些东西？什么？为了挽留我，你用的手段也太低端了吧？被磊哥抛弃后得了失心疯，找人陪你演戏，在这找回面子。这人是你找的，自然是你说什么就是什么。磊哥，咱们千万不能被他骗了。你们还真是死到临头还嘴硬。我4年前真是瞎了眼，才会看上你这个蠢货。你们知不知道拥有这些东西的人是什么身份？以沈小姐的身份，你们连跟她说话都不配。禁毒大人，这女人在这闹出这么多风波，你应该马上把她抓起来。禁毒大人，这个女人在这闹出这么多风波，你应该马上把她抓起来。这拍卖会可是海城首富赞助的，如果沈曼真的是海城首富的女儿，她怎么可能不在这给她找场子？没错，而且他说他爸马上就到，而且到现在都没来。哼，我看他就是在撒谎。如果首富大人知道这里有个人在冒充他女儿，他一定会很生气吧？是啊，警督大人，你作为警督却没有及时制止，如果首富知道了，会是什么反应呢？小姑娘，你今天在这里引起的风波太大了，请跟我回去，准备接受调查吧。以我们小姐的身份和地位，你真把她抓进去，你头上的乌纱帽不想要了吧？我摆出这么多证据，你无动于衷，而他们3言2语你就动摇，看来你这个警督实在不怎么样。大胆，你敢质疑我的话，
马上把他给我带走！沈曼，你就等着认栽吧。进去以后听点话，也许还能让你少判几年。是谁在这儿欺负我的女儿啊？哎呀，哼！说骗子骗子就到。什么？你找来演你爸的人终于来了呀？啊？小骗子的爸爸叫什么呀？老骗子吗？祖父大人，老骗子竟然又带来一个骗子！警督大人，你赶快把他给我抓走吧！你给我闭嘴！哦，你是要抓我吗？你是要抓我吗？参见首父大人，属下办事不力，没能认出大小姐，请首父大人责备。什么？首父大人？你说他是首父？什么？他爸爸真的是首父？怎么？你们现在知道判了，只可惜晚了。当年我虽然没看好你，但架不住曼曼求我，才暗中帮了你一把。不然的话，不知道在哪个工地搬砖，你还敢抛弃他？张磊，我爸现在已经对天宇集团发出了追杀令，再加上你刚刚砸碎的那几千亿，你觉得你要吃多久的牢饭？曼曼，我错了，是我有眼无珠，再给我一次机会。在我装穷的这几年，我舍命相救的未婚夫和我最好的闺蜜背着我睡到了一起。不仅如此，你们还在拍卖会上当众放我的私密照。只可惜，我只是装的穷，不是真的穷。曼曼，不是这样的，听我跟你解释呀！这一巴掌是打当年我挡在你面前的车祸。这一巴掌是这么多年我为了资助你读书，在街边卖凉皮。这一巴掌是打你拿我的私密照羞辱。只有最无能的男人才会拿所谓的真情来羞辱一个女人。曼曼，我跟你说，都不是我的错，都是她，都是这个女人，是她勾引的我，是她，都是这个女人，是她勾引的我。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你现在知道把责任推到我身上了。你当初在床上爽的时候怎么不说？曼曼，我知道错了，我保证以后什么都听你的。我们在一起5年，你舍得这5年的感情说断就断吗？哼，你不是知道错了，你只是怕了。每个人啊，都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曼曼，都是他勾引我，我是你最好的闺蜜，你不能对我这么狠心。我对你狠心？你穿着我的睡衣，在我的婚房里面和他睡觉的时候，就该想会有今天。曼曼，我人面兽心，我猪狗不如，你打我出气，好不好？我不想，因为我不想脏了自己的手。立马查封张磊的所有财产，其余的按照故意损坏他人物品罪，该判刑就判刑。是，把他带走。曼曼，不是这样的，曼曼，你原谅我吧，曼曼。至于你喜欢给人当小三，那就挂上小三的牌子，从城南沿街乞讨到城北。中途你要是敢摘牌子，明天我就让你睡狗窝。带走！不要，妈妈，不要这样对我，曼曼，你知道这些年爸爸为什么让你装穷装瞎了吗？这世上有人垂涎你的财富，假意亲情，只为了得到他们想要的；有人觊觎你的地位，只是想借你上位。而真正爱你的，是那些会雪中送炭的人。
这世界上最难测的是人心。爸爸让你装穷装瞎，不是要你怀疑所有人。真正的爱经得起伪装，受得起考验。爸，我相信在我做好自己后，会遇到那个真正爱我的人。看到你长大这么多，爸爸就放心了，也能安心的把公司交给你。爸，你放心吧，我会做好一切的。